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横田真由子女士所著的《真正重要的那些事，全是小而简单的生活教会我的》这本书。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第一，比断舍离还好的生活方式，小而简单的生活才是最强的选择。第二，为了让生活更加舒适，有些地方一定要保持整洁。首先是第一部分，比断舍离还好的生活方式，小而简单的生活才是最强的选择。作者曾经认为，追求更好的物品，更美好的生活，被各种物品围绕才是幸福的象征。每次买来新的衣服或杂货，都会有一瞬间的兴奋感，但那种感觉从未持续太久。慢慢的，房间被堆满，心却始终空虚，仿佛为了填补内心的空洞，不断的买，日复一日。然而，这样的生活真的能让自己感到幸福吗？当他停下脚步，认真思考的时候，才发现了另一种可能性：小而简单的生活。所谓小而简单的生活，并不仅仅是减少物品，而是从中挑选出真正对自己重要、值得珍惜的东西，围绕这些物品生活，追求内心富足的生活方式。不再被杂乱的信息和诱惑牵着走，而是只留下我真正喜欢的，有这个就足够了的物品和空间。自然而然，内心也会变得平静安稳。首先，家务活会变得非常轻松，因为东西少了，打扫整理都能最小化，生活中的压力也随之减少。房间整洁了，脑袋里的信息处理也更顺畅，集中力、思考力都会提高。有相关研究证实这一点。此外，因为不会再有多余的消费，经济上也会变得宽裕，节省下来的时间和精力就能投入到真正想做的事情上。在整理生活的过程中，不仅是整理环境，更像是在整理自己，认识自己。慢慢的，不用和别人比较，能够相信自己内心涌现出来的感觉，自然也会增强自我肯定感。如果你最近总觉得内心浮躁，容易疲惫，对任何事都提不起兴趣，那不妨大胆地重新审视一下自己的生活。只要把真正喜欢的、必要的物品挑出来，围绕它们生活，仅仅这样，人生就会在某个瞬间轻松许多。小而简单的生活并不是节俭，也不是将就，而是一种经过精挑细选后的奢侈，是一种让心灵真正充实的富足。而且现在这个时代，许多人都在为钱不够、未来很不安而焦虑。物价持续上涨，收入停滞不前，连养老、老年生活都看不到希望。在这样严峻的环境下，靠奢华物质生活或者被大量物品包围，已经是极少数人才有的选项。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不幸，恰恰相反，正因为是这样的时代，才更需要掌握小而富足的生活的能力。那种要住大房子、买贵东西、拥有很多才算幸福的价值观，早就过时了。真正重要的是，学会分辨什么才是自己真正需要的，培养一种靠这些就能感到满足的感性，这才是今后活得轻松、幸福的关键。减少不必要的开支，只让自己被真正喜欢、打心底认同的物品所包围。不仅对经济有益，对精神也有极大的注意，可以说是这个时代最需要的一种生活方式。接下来就要具体介绍实现小而丰富的生活的方法，主要有以下4点：一、明白无休止地获得物品，无法带来真正的满足；二、在内心中树立属于自己的小确幸定义；三、不给物品、时间和情绪塞得满满当当；四、培养挑选好物的习惯。首先，第一点最想强调的是明白无休止地获得物品，无法带来真正的满足。比如说，当遇到开心的事情，心情会变得非常愉快、激动，但这种感觉会随着时间慢慢淡去。这是一种叫做快感适应的心理现象，在心理学领域里广为人知。根据耶鲁大学教授、研究心理学与幸福科学的劳里桑托斯教授所说，人无论经历多么美好的体验，或者拥有了多棒的物品，都会逐渐习惯，
一开始虽然内心激动，满心欢喜，但随着日子过去，这种兴奋感就会慢慢减弱，最后变成了理所当然。也就是说，人的大脑会对幸福产生习惯。作者自己也有类似的经历，刚买了心仪的包包时，内心非常激动，但几周之后，背着这个包也变得不再特别了。而某天，当朋友拿着最新款包包出现时，心里就会不由自主地冒出“好棒啊，我也想要”的想法。这就是快感适应真实的样子。这种心理动态可怕的地方在于，首先就要认识到这种快感适应的机制，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步。即使不断获取东西，也永远无法获得真正的满足。这一点我们必须时刻牢记。事实上，那些经济宽裕的人，也往往更倾向于把钱花在体验和人际关系上。这是因为他们早已自然明白，无论多么昂贵的物品，感动终究会渐渐淡去。要想长久保持内心的富足，与其依赖物质，不如将注意力转向自己的内心和与他人的联系，这才是更有效的方法。还有一点，一定要特别小心与他人的比较。打开网络，你会看到别人新买的衣服、包包、旅行照片不断涌现，即便你觉得自己没放在心上，也难免会有好羡慕的情绪悄悄涌现。但是，即便你真的得到了同样的东西，也一样会被快感适应所影响，最初的新鲜感很快就会消散。想到这里，也许你会冷静下来，意识到羡慕别人拥有的东西其实是毫无意义的。当你放下还想要更多的执念时，眼前会浮现出新的东西，那就是你真正想要守护的生活方式，以及你内心真正重要的价值观。接下来要介绍第二点，要实现那种发自内心感到满足、幸福自然溢出的小而富足的生活。在内心中树立属于自己的小确幸定义。我们常常习惯拿自己和别人比较，来判断自己是否幸福。但其实，幸福从来不是高于别人还是低于别人的问题，而是自己怎么感觉才最重要。作者自己也曾有过一段时间，一直以为只要达成某个目标就会幸福，于是拼命追逐。但即便努力实现目标，也常常感到内心空虚，不知道这算不算幸福，也经常感到迷惘。幸福的定义本就因人而异，用别人的标准来衡量，只会让自己的心变得不自在。所以正因为如此，我们更要在日常生活中找到那些只要有这个我就满足了的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小小幸福。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比如说，再小的事情也可以，像是清晨一杯咖啡香气带来的放松时光，钻进柔软被窝的舒适瞬间，某天听到别人对自己说一句谢谢，或是在寂静夜晚听着喜欢的音乐。像这样微不足道的小瞬间，一天天积累起来，奇妙的是，就会让你觉得今天也还不错。如果你最近觉得很难感受到幸福，不妨尝试写一份感恩清单，回顾一下你的日常生活，那些你已经习以为常、不再在意的东西，只要你有意识地重新看看，就会发现你的内心风景也跟着悄悄改变了。另外，还有一种叫做负面可视化的思考方式，也值得参考。刻意去想象一下，如果现在拥有的这些东西突然消失了，会怎样呢？这样一来，就能慢慢体会到它们的可贵。这就是负面可视化的思考方式。作者自己曾经因为膝盖受伤，连爬楼梯都变得困难，那时候才切身体会到能自由行走是多么宝贵的事情。在那之前，他一直把这种能力视作理所当然，从未认真思考过。但随着年龄增长，身体状况出现变化，那些理所当然的事也会轻易瓦解。他由此得到了深刻的感悟，原本以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回头想想，其实是非常特别、难得可贵的事。很多东西都是在失去后才终于意识到它的价值。这样的事情在人生里并不少见。其实，幸福并不是因为得到了某样东西才感受到的情绪，而是在注意到自己原来早已拥有的那一刻，
心里自然而然泛起的一种感觉。所以刻意不去改变什么，而是把注意力放在当下，只是这样，就能让习以为常的日常重新恢复些许色彩与温度。接下来是第3点，不给物品、时间和情绪塞得满满当当。很多时候，不知不觉中，我们总是让心灵、身体、物品、行程、情绪都处于满满当当的状态。那种说不清的不安感，无论做什么都提不起劲的日子，作者自己曾经也经历过。但自从他切换到小而简单的生活方式后，慢慢的产生了一个明显的变化，那就是他自然养成了为自己预留余白空间的习惯。比如在包包、衣柜里特意留出约20%的空隙。起初他也觉得这样是不是有点浪费空间，但很快发现这种空空荡荡的感觉意外的让人感到舒服。如果把所有东西塞得满满的，包型很容易变形，包的寿命也会缩短，更别说沉重和累赘带来的心理压力了。但如果把随身物品精简，保持轻便，不仅拿取方便，外观清爽，连心情都会变轻松。衣柜也一样，衣物塞得太满，衣架之间互相挤压，衣服容易皱巴巴，取用时也很麻烦。它们可能就是你该舍弃的信号。通过这些小小的调整，慢慢就能在空间和心灵上创造出余白，最终生活也会变得更加从容，内心也能拥有余。所以今后的生活里，给自己的日程留出空档，也变得无比重要。不要把所有时间排得满满的，最好有大约20%的空白时间。事实上，有些能干的人甚至会把行程表的一半留空。之所以能灵活应对突如其来的邀约和意想不到的好机会，就是因为有那样的余白存在。能否在那个瞬间迅速做出反应，往往就是能否抓住机会顺利推进人生的分水岭。而每天的时间安排也是一样，关键就是不要塞得太满。如果不断地往待办事项清单里加东西，想着要一口气全做完，反而容易出错，或者不自觉地心浮气躁。心情烦躁时，言语也会变得尖锐，影响人际关系，所以一定要留意。因此，作者推荐的方法是每天只给自己安排最多5件事，立好规矩，只做5件，剩下的果断放到第2天。即便完成的不太理想，也因为有余的调整，不至于太过责怪自己。人总是容易关注做了多少，但真正重要的其实是做的内容是否优质。明确不做什么，反而能更专注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最终积累出更有满足感的一天。那20%的空白，不是偷懒时间，而是用来调整自己的宝贵空间。有余，笑容自然就会多起来，内心也会更平和开阔。而且人心情好的时候，好机会和好人缘也会自然而然靠近你。接下来要介绍的第4个，就是养成选择优质物品的习惯。有句老话叫便宜没好货，这大概是全世界共通的感受。选择高品质的东西，最后往往能用得更久，性价比也自然更高。这就是生活的智慧。不过这所谓的好东西，一开始其实很难精准分辨，毕竟还是需要多摸索、多试错。特别让作者印象深刻的是那些常年爱用高端品牌的顾客们，他们的选择方式比想象中要务实得多。与其挑选浮夸张扬的款式，他们更偏爱静雅沉稳、不受潮流左右，而且经久耐用的设计。他们只投资那些无论在哪个场合都不会让自己失礼，能带来自信的物品。作者也曾效仿这些值得信赖的顾客，亲自尝试他们挑选的物品。就在模仿、学习这些有眼光之人的过程中，自己的审美和判断力也逐渐被磨练出来了。事实上，在真正建立了信赖关系的人群中，彼此之间自然只会流通优质的信息。或许正因为这样的人际关系，本身就像一道高品质的筛选器。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想要遇见好东西的第一步，就是找到那个只要是他选的就没错的人。接下来是第2部分，
为了让生活更加舒适，有些地方一定要保持整洁。首先，我想介绍的第一个地方就是玄关。玄关不仅是家里的门面，也是运气进出的入口，它是外部世界和居家生活的连接处。换句话说，无论是好运还是晦气，都是从这里进来的。因此，作者非常重视玄关的空气感，最讲究的就是清洁感。玄关地垫是必不可少的，把鞋底上的灰尘、泥土留在室外的垫子上，清理干净后再进门，能让玄关地板保持清洁，也有助于让心情转换成回到家的状态。常听说，玄关不能把鞋子乱放，否则会降低运势。但说实话，刚穿过的鞋子立刻放进鞋柜，感觉湿气和味道都会留在里面，有些让人犹豫。所以作者自己定下了一个小规则，就是玄关只放跟家里人数相同数量的鞋子。比如2口之家，玄关只放2双鞋；4口之家，只放4双。这样既能防止鞋子越放越多，看上去也更整洁。早上出门前，还会顺手检查一下前一天穿的鞋子，简单擦掉脏污，再放回鞋柜。哪怕只是花10秒钟擦擦鞋子，都能让自己的心情更有条理。玄关地面用湿巾轻轻一擦。作者说，从养成这个习惯之后，感觉家里的玄关气场变好，清晨的心情也更轻松了。大家也不妨试试看。第二个需要保持整洁的地方是客厅。客厅是家中最能反映心情状态的地方，因此建议尽量减少客厅里的物品，随时能拿起拖把擦地，维持干净整洁的环境。这样一来，生活中的小烦躁和压力也会减少。如果地板上什么都不放，打扫起来非常方便，视觉上也清爽。清洁工具可以统一收纳在一个简洁的小箱子里，里面放上手持除尘掸、粘毛滚筒等轻便的工具。只要觉得有灰尘，随时可以立刻打扫。客厅的地毯区域尽量保持宽敞，家具和杂物不要堆放太多，留出空间上的空白，不仅视觉上舒服，心理上也更容易放松。打扫方面，比起必须好好打扫那种心理负担，不如随手清理，积少成多。比如顺手擦一下，刚好现在用粘毛滚滚一下，像这样的小动作累积起来，反而能避免日后大扫除的麻烦。而且心理学上也发现，每天获得小小的成就感，对养成好习惯非常有效。像年终大扫除那样耗体力的任务，容易让人产生抵触，难以持续。相比之下，让清洁融入日常生活，才是最自然、最舒适的生活方式。第三个要整理的地方是厨房，并且原则是少而精。厨房是一个效率感与心情状态会最直接反映出来的空间。通过整理收纳和动线设计的巧思，可以大大减轻家务带来的压力，也会让人更积极地面对做饭这件事。在厨具的摆放上，基本原则是将常用的物品放在容易拿取的位置，尽量将它们收纳在视线平齐或低于视线的位置，这样取用和收拾都会更加顺手。相反，像高处的柜子或不太容易够到的地方，最好不要放置日常用的东西，空着反而不会降低使用的便利性。至于一年只用几次的厨房用具或所谓便利小物，不如一开始就选择不购买，因为它们只会占据宝贵的收纳空间，且实际使用频率远远配不上它们所占的位置。此外，保存容器的数量如果能按用途精简到最少，也会大大减轻管理的负担。对于没有提前做饭习惯的家庭来说，大小各一个就足够应对日常需求了。通过不随意增加数量，可以避免收纳空间浪费。只准备固定的一组餐具，不仅能减少选择的麻烦，也能降低收拾的压力。冰箱里也同样，不要塞得太满，保持内容物一目了然，能够有效减少食材浪费。规定好物品的摆放位置，整齐收纳，能让库存管理变得轻松，也能养成用现有食材想做什么的好习惯，同时预防食物浪费，生活也会更加环保。
接下来第4个要整理的地方是厕所。在住宅空间里，玄关常被称为运气的入口，而厕所则常被视为运气的出口。气场的流动不只是进入，也需要顺利流通，把不需要的东西妥善排出，才算良性循环。因此，玄关和厕所这2个入口和出口，时刻保持清洁整齐，就是维持好气场的基本功。而且，干净整洁的空间，更容易激发人细心维护的心理，也能提升打扫的动力。推荐大家务必尝试看看。第5个要整理的地方是卧室。为了获得优质睡眠，把卧室打造成专门用于睡眠的空间，非常有效。实际上，过多的视觉信息和杂物会刺激大脑，降低睡眠质量。相反，去除多余物品，保持简洁的卧室，才是最适合入睡的环境。比如，把卧室只保留床铺，其他什么都不放，这样大脑就能明确识别这是睡觉的地方。照明和家具都维持在最低限度，也能让视觉感受更加平静，自然促进入睡。这种给空间定位的思维方式，在脑科学和睡眠研究中也备受关注。床的设计也应选择简洁的床架，床品的颜色尽量选用柔和沉稳的色调，减少视觉刺激。至于床品材质，虽然有很多选择，但建议选用方便家庭洗涤的优质棉质，兼具实用性与舒适度。尤其是晾晒过后蓬松柔软的床单，带着阳光的温暖和洁净感，躺在里面入睡，是一种被自然温柔包裹的幸福时光。比起送去干洗，睡在带着阳光香味的床品里，更能带给身心温柔而安心的睡眠。而在众多影响睡眠质量的物品中，枕头和床垫尤其重要。人一生大约有1/3的时间是在睡眠中度过的，因此在这部分投资，实际上直接关系到长期的健康维持。适合自己的枕头因人而异，不同的材质和高度都会影响颈部和肩部的负担。高质量的睡眠是影响白天表现和情绪状态的极其重要因素。调整好睡眠环境，也相当于是为每天的舒适生活打下基础。如果卧室让人感到舒适，那就意味着人生1/3的时间能够获得切实的满足，而这种满足，最终会悄悄地影响到整个人生。为了获得健康与内心的安定，不妨先从打造一个什么都没有的卧室开始，这或许是一个非常聪明的选择。希望大家能从中汲取智慧，逐步实现小而简单的生活。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